自山西，是一名职员，有请小超，有请。女嘉宾小雨，2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幼教老师。来，有请小雨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好。哟，一个山西，一个黑龙江的，怎么认识的？在一个大学。哦，大学同学。对。啊，谈了几年？快2年了吧。现在都毕业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毕业了。啊，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不知道以后到底该在什么地方定居，工作什么的。好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济南。去山东了？对，在山东上的学。在山东上的学。对。你呢？我也是在济南。这不就没事了吗？因为他想回家，回他家。要回哈尔滨。哈尔滨。你不想回？对。为啥？因为我觉得又得换一个城市，还得再熟悉好几年。哦，你的意思就留在济南得了？对，当下先留在济南吧。这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呀？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？因为就是现在已经工作了嘛，哈，那个就是之前上学的时候，每年都会有寒假和暑假，然后就也都有回家的时间，然后现在就挺想家的。今年8月份回家参加了一个姐姐的婚礼，亲戚啊、朋友啊都在家里边，然后当时我就觉着特别好，就想回家。但他不愿意跟你回是吗？对，他觉着如果他和我去，他是倒插门，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21世纪了，哪有倒插门这种说法？而且不和父母住在一起。平常感情好吗？上学的时候还算挺好的，但是就是现在工作之后就有很多矛盾。肯定的，要不然早跟你回家了啊。都有哪些矛盾啊？就是有一次他朋友非得叫我们去吃火锅，然后但是当中我就已经吃了很辣的东西，我就特别不舒服，我就不想去。他就一直在求我，他说你和我去吧，然后就也都算是共同朋友，和他一起去了。到那儿我就一直都说不舒服，我不太想吃。他就说那我给你煮点面条吧。当时还觉得挺关心我，挺好。结果呢，他煮上了倒好，自己先搁那盛了满满一碗，然后我就觉着很不可理喻，然后我就开玩笑和他说，我说你不是说给我煮的面条吗？你为什么自己全吃了？然后他当时他就不乐意了。你怎么说的？他一下脸就拉下来了。我当时没怎么想，我就说煮了以后就吃呗，反正还有。我当时也忘了那码事了。但是他把那一盘面条全都倒里了，你这让我怎么想？你是觉得我胖我全都能吃了吗？那这个事儿不说，那你之后摔筷子走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你把我惹生气了，你那么说我多没面子。他说是你自己说的话，别怪我和你翻脸。你说那么多人在那坐着，我还怎么吃？还有一次，我不知道比较爱参加聚会嘛，就是同事朋友什么之间的聚会。有一次周五吧，那天晚上我们同事说聚会，然后当时单位有点事儿，就吃饭就晚了嘛。然后我也约车了，我跟他说我约的8点半的车，然后9点就回去了，让他说等一会儿。然后到时候那个司机给我打电话，他说到不了了8点半，他说留到9点。然后我一想这坏了，然后又给他打电话，他就不高兴生气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你不能在第一个车什么的吗？我说这大下雨天，你一会儿8点一会儿9点，你什么意思？他当天已经答应我了，一起去看电影，然后他后来他又和他朋友去吃饭了，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吧？哎呀，你们怎么老为吃饭这点事儿闹呢？这有什么吗？你，哎，行啊，你去过他们家吗？我去过。怎么样？挺好。挺好还不去？那就是刚毕业嘛，也是啊，然后就是觉着先稳定一段时间再说。你去过他们家？我去过。见过他父母？见过。你去过他们家吗？去过。见过他父母吗？见过。也就是说你们是奔着结婚去的是吧？对，奔结婚去。麻烦了这事儿。坚决不去？也不是说完全不去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我就想先稳定几年再说，也不确定这种事情。那你着什么急啊？让他稳定几年呗。但是我觉着稳定，你在哪儿稳定都行啊。我现在就是想回家。不是你回家你做什么呀？回家我现在想创业。干嘛呀？我觉着就是开一个什么小的店啊都可以。什么店？比如说什么奶茶呀、小饭店啊、蛋糕店啊、咖啡馆啊，你看我觉得都可以。行，你怎么想啊？我觉得吧，刚毕业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，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，
他就一直想去创业。有一次去他家的时候，也是今年夏天吧，去他家，他姐姐结婚，我们回去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不想回来了，因为待了1周，就是又有感情，我感觉就是还是家里好，然后我也不想走了。然后我们不是已经提前买好车票了吗？我就一直不想回来嘛。他说那你不回拉倒，反正把车票给你放这儿。他就摔了，然后他自己就走了。那你回来没有？后来隔了1周回来了。你们俩关系好吗？你再跟我说。好，没看出来，就这么点事儿都解决不了，还叫好？那现在在济南是个什么生活状况呢？和状态呢？就是正常工作状态吧，一般。你为什么就不跟他回去呢？就是我想着回去吧，又是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还得在对于他来说是他家熟悉的城市，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城市。你们俩当时谁先毕业的，还是同时毕业的？我先毕业的。你先毕业的？对，大一。你当时怎么想着留在济南的？为什么不回家？那会儿回家不就没这问题了吗？因为你回到老家，然后他毕业，他就跟你去。当时我也不想回我家，就跟他说的是我也不想回我家，然后就说当时约定就说在济南嘛都，然后他说约定好的。也算约定好吧，隐晦的提过这些事情。你不是跟人说好了吗？怎么又变呢？但是那个时候是在我上学的时候，他不是比我早毕业1年吗？在我毕业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可能不太适合我，而且就是工作压力啊什么的挺大的。然后那你就回家呗。对呀，现在就是想回家。你回呗。那就异地恋了呀。我不喜欢异地恋。我也不喜欢。那叫什么感情好啊？分都分不开，叫什么感情好啊？来，我问问你，回东北是要开小店是吧？对。资金准备好了吗？资金这个方面就是现在刚工作1年嘛，就是手里的钱也不是很多，这点我已经想到了。怎么办？然后家里会给出一些，然后剩下一些准备贷款。我不赞成，因为他光想着开店，他没有考虑过风险，万一失败了呢？可是你没去做，你怎么知道你就会失败呢？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尝试了之后，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创业还是工作。那你们俩现在是因为回家而矛盾呢，还是因为回家要创业矛盾？我问问，如果在他们家给你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你愿意回吗？这个东西现在我是真不想回去。别回避，现在真不太想回去。为什么不？因为说真实想法。就是不想离开目前这个生活环境。觉得济南好是吗？还行，对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啥意思呀？他就不想跟我回去。我现在的意见就是说，刚毕业，然后在这边先工作个2、3年、3、4年，再稳定一下情况，毕竟有点经济基础，也可以积攒一些人脉或者经验什么的，然后再去选择是否创业。因为我总觉着刚出社会什么都不懂，容易被别人忽悠或者坑什么的。但是我觉着现在就是已经工作1年就可以创业了呀。就也算有经验，工作经验了。所以你一定要回家创业。你在济南先创业不行吗？在济南创业也是可以吧。那不就没事了吗？但是目前是他现在又不想跟我创业。他说什么风险太大，然后没有钱。所以这件事儿是这样的，女生最早的想法是回家创业。对。男生说不行，是吧？对。现在女生退而求其次了，对，我都说不回家了，在济南创业，是这意思吧？回济南了。男生还是说不行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你的意思就是你说的女生就应该听呗？也不是说我说的。就这意思嘛，我听明白了吗？你看，在济南，女生说行，在济南。女生说我现在要创业，男生说不行，现在不能创业，经验不丰富呢。女生是不是现在只要说不创业了就没事了？是不是吗？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你就别再说创业了呗，好好当幼儿园教师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还是想就是为我们以后拼一下。拼啥呢？他都不要拼，你要拼什么呀？首先是感情吧，你是拼了，感情没了，创业成功不也白费吗？所以大家看起来说的都是创业，我一直在关注，我说你们感情怎么样？2个年轻人都，我们感情很好，真的那么好吗？真的这种冲突就是创业在哪儿创业，或者说结婚之后该怎么办吗？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波红兄啊，
要解决去向问题，确实要先解决心态问题。他要回老家是工作，并不是让你住到他家里。所以如果回到他的老家去工作，这绝对不是倒插门，这个你有点武断了。这一件事情我认为完全可以坐下来大家好好的谋划谋划，商量商量。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先把这个心态解决了，今后去向就迎刃而解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博宏兄，谢谢。来，沙娜老师。我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不要他开店？他开店是要让你拿钱跟他一起吗？这个不是，就是我觉得风险比较大，没有经验。人家带自己的款花自己挣的钱开店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也是为他好。你怎么知道人家最后会失败呢？我不确定会不会失败。但是这种单的风险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，在现在。不试的话是一定会失败的，但试了起码有50%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样想的是吧？我觉得在开店的这个问题、创业的这个问题上，你给他应该是支持和动力。你如果真的担心他，不是一味的阻止他，你是会去帮他集齐各种各样开店的一些资源，或者帮他做一些市场调研和分析，而不是一味的打压。那女孩子，我想说的是，女人有自己的事业还是应该的，但是至于他给不给你支持，这个再说。但是我觉得你要想好的是，你未来要怎么创业，这个店在开之前要做多少的准备，市场调研。你不能盲目的听别人说啊，我创业成功了，他创业成功了，你看到的都是成功，但你不知道那些成功付出了多少，你更不知道100个人里面可能只有1个成功的被你看到了，99个人惨败的失恋你没有看到。再者，再回到你们2个人的感情上，其实对于你们2个人来说，自己的生活事业可能都比对方要重要，这是你们对待爱情的一个态度。所以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排序的方式的话，那就再想一想你们2个人的未来的路是什么样的，是真的就奔着婚姻走的吗？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假象。在我的未来的世界里面，你排在什么位置，这一点很重要，问问自己的心就好了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谢谢沙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说恋爱靠的是5官，但是结婚靠的是3观。但我觉得你们3观根本不靠啊！你看，他要把你的梦想扼杀在摇篮里，无论你如何辩说，他总是觉得你的创业是没有希望的。无论你是回老家还是在济南，他认为跟着你这样一个女人是没有希望的。认可没有看到，理解也没有看到，相亲相爱我就更没看到，就这。好，谢谢涂老师啊。这个大概就是一直在问你们的感情好吗？因为其实看到在这段关系当中，男生相对自私一些，你发现了吗？就他提出的所有要求，没有一个要求你是为了他而做改变的。所以这么一种关系，你们自己去考虑它。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觉着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在一起。我是做的有点不对，什么你说的话我都不太支持你，但是我也希望咱们相互把咱们的爱情维持下去。在一起也2年了，反正希望你以后不要那么打压我，就是让我们一同创建我们美好的未来。亮灯吧，好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起您的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看选择吧，启开门。说
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这种心动。好。